这么晚了给我来电话呀？啊，有什么指示啊？没事儿，就是想跟您聊聊天儿。说吧。当年妈走的时候，你恨她吗？怎么问这个呀？哎呀，那有什么恨的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你想通了这一点，便得逍遥。可是，她还是您的妻子，我的妈妈呀。不要用这些身份来要求她、束缚她，这样啊，她会很痛苦的。我也痛苦，你不更痛苦吗？这个爱呢，是一种责任，但更需要互相理解。爸，你说的没错。你看，你妈妈当年若是放弃了追求自己的梦想，在家里相夫教子的话，那你觉得咱们这个家会是什么样啊？那肯定是遍体鳞伤了，对不对？现在多好啊，咱们3个人虽然天各一方，彼此都见不着，可是逍遥自在，各得其所，多好呀！你说的没错。也许她确实不是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妈妈，但她的确是一个勇敢追求梦想、值得尊敬的人。别多想这些了，你的人生没有她，照样精彩，对吧？叶欣，我得谢谢你。我知道，如果不是你，我的事情不会这么快了结。薇姐，应该是我谢你才对，你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真想谢我？嗯，来，我们制产庭吧，跟我一起办。啊？我一直觉得你在这方面有天赋，我们制产庭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嗯，薇姐，我别急着拒绝我，好好想想。哎，正好，帮忙倒杯水。屋里有饮水机，喝完了，茶水间在那边，您可以自己去。腿脚不方便。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中央精神提倡是司法为民，你这是跟中央精神对着干是吗？赶紧的倒水去，还忙着，倒完水给我送警察。哎呀，新来了吧？别紧张啊。你们方厅长刚到法院的时候，跟你一样做书记员，那会儿也没经验，我私底下对他指点了不少。还有你们王姐，从保险行业刚到法院的时候，我是他第一个遇到的律师啊。那会儿天天冲我哭鼻子，让我帮他。这一晃，这都快退休了，你说过得快不快？哎，他们人呢？王姐有事儿，今天是另一个法助叶欣来给您调解。哎，来了，放这儿就可以啊。谢谢啊。我是方庭长的法助叶欣，他现在有事情要忙，先让我过来跟你们聊一聊。哦，你就是叶欣啊，太好了，就喜欢跟美女打交道。你们先聊一下基本的情况吧。我们公司也不是故意拖延交房时间，今年遇到极端天气，从施工到各方验收以及交付手续全都受到了影响，这完全是属于不可抗力呀。没说拖延交房的事儿，我们诉的是交房的时候五方验收不合格。五方验收不是不合格，我们按照合同交了房，
可相关职能部门的验收流程全都做出了调整，所以推迟了2个月才出结果呢。承认了。交房的时候5方验收成果是不是没有告知？那不就是违约喽？可最后验收成果是合格的，业主没有损失啊。实际上，大部分业主都已经入住了，这说明房屋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大部分业主入住了，验收结果就可以不告知了，是吗？那小部分业主的利益就可以无视了。由于你们5方验收成果迟迟不能告知，导致我3名委托人收房之后一直不敢装修，只能在外头租房住，跟流浪似的。所以说，我们不仅要求对方赔偿违约金，还要承担我3名委托人1整年的房租。就算是要赔房租，可你们的房租也太厉害了，哦，每个原告12万，租的别墅啊，这不是讹人吗？高端人群租的就是别墅啊，怎么了？我们有证据啊！您看，合同、收据都在这儿。谁知道这证据是真是假？不相信的话，您可以调查去。这件事儿吧，虽然有客观因素，但你们的确也有责任的。我承认，我们的工作流程确实是有瑕疵，可他们要那么多房租，那肯定是在讹我们。那些资料，我也不相信全都是真的。每人每年12万，这个我们肯定不答应。那房租另说，违约金你认不认？你认的话，我就去给他们做工作，咱们把这案子调了。要是开庭、公开审理，对你们公司影响也不好。我知道，只要他们不太过分，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行。哎，张江，你干嘛去啊？屋子里桶装水都被他喝空了。他还要喝啊？嗯。你先给我，我进去跟他聊一下。您稍等一会儿，好吧？哟，让美女亲自服务，这哪好意思啊？谈谈您的诉求吧。那不都写着呢吗？赔偿违约金，还有1整年的房租，其他也没什么好谈的。违约金我可以帮你谈，房租要不算了吧？凭什么呀？对方怀疑您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他要不相信，让他调查去呗。我提醒您一下，如果委托人给您的这份证据是假的，您也是要承担责任的。您不是真的渴吧？一直让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帮您倒水，给对方一个下马威，背后是有原因的。有什么原因？你说什么我都没明白。如果这一份证据确实是真的，您又何必花这么多心思呢？你说你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怎么心眼这么多呀？想多了。李律师，您看我们这个案子是调解解决呢，还是让对方去核实证据？算了算了，我也知道咱们法院忙，我们呢也有责任减轻工作量。你这面子我给了，咱们调。来，咱们加一微信，这往后也算是朋友了，是吧？啊，我去跟对方谈谈，如果他同意的话，我就去拟调解协议，好吧？您稍等一会儿啊。啥？房子都住上了，还能让他们赔钱？那当然，这开发商没有拿到这个竣工验收备案就交房，他们这就是违约了，咱就可以告他们。可房子是好的呀。
我就是律师，我已经办了你们小区好几个案子了，你们都不知道。不知道。啊，我给你一下我的名片啊。迪伦律师，真的？啊，告了就能赢？那当然了，一告一个准，能拿不少钱呢。你们呀，回去跟你们的孩子们说一声，拿出当时的这个购房合同来看看，一看就知道。咱就告，有钱为什么不拿呀？啊，有事就找我，我来帮你们办。办不好的话，1分钱我也不收你们的。开慢点儿。搬个东西都加钱，是公司规定的还是你们自己规定的？我再看我投诉你！你怎么不按导航走啊？这路径不行，你按导航走。我让你按导航走，你听不见啊！你聋子！你按导航走啊，不然我不拉了，开回去。啥？我不拉了，开回去。他妈有病啊！你干嘛呀？开这么快！你停车，再不停我跳车了。有病！我让你停车，我跳车了，我真跳了！停车！我真的跳了！停！停车！停车！你别闹！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当天下午，谢林通过手机帮你拉 APP 平台网约货车司机付大龙帮他搬家。晚上8点50分左右，付大龙准时来到了和谢林约定的地点。9点29分，这个谢林上车。9点35分，司机付大龙偏航。8点50，司机到。9点29，谢林上车。9点35，司机偏航。往下。9点45分，谢林从高速行驶的货车副驾驶座上跳车。经过医院4个小时的抢救，当天晚上谢林是暂时脱离生命危险。谢林怎么被发现的？司机报的警，但是后来谢林病情又恶化了，经抢救无效，于10月19日死亡。检方什么意见？检方以故意伤害罪起诉了付大龙。进。宋法官，又见面了。安律师，你什么事儿啊？我是付大龙的辩护人。您就在这儿阅卷吧。谢谢。我们对检方提出罪名是有异议，我当事人是无辜的，死者跳车跟他没有关系。我想做无罪辩护。姐，你知道对方律师谁吗？
谁呀？荣州市首屈一指的刑辩律师，双河律所的邝天树。你先喝点水。邝律师，这个司机劫财又劫色，罪大恶极，你一定要为我讨个公道。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您的诉求，说真的，不太好实现。不难的官司，我何必要请您出山呢？这样，我会尽全力做这件事情。您先回去好好休息，相信我。邝律，既然委托人的要求不合理，您为什么还要接这个案子？人情债难还呐。看他母亲的样子，他们家家境应该很好，为什么会3更半夜的自己搬家呢？谢玲3岁，父亲车祸去世，妈妈在她小学的时候又再婚，她一直是住在寄宿学校，大学毕业一直独居。我猜啊，她跟妈妈很少来往。所以谢女士现在想帮女儿严惩凶手，算不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啊？当然算。这样，你去找法官，我们尽快到法院去阅卷。好。啊，对了，邝律，这次被告也找了辩护律师，而且做的是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找的谁？好像是一个叫安什么的律师，您有听说过吗？荣州的刑辩律师我都认识啊，没有姓安的。哼，那应该就是无名小卒吧。哎，等一下，还是去做个调查，有备无患。好。方警长，盛年那个案子你调的呀？对啊，我调的。怎么了？你把具体情况再跟我说一下。当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开发商五方验收迟了6个月，就有3个业主委托了一名律师把他们告了，我就对他们双方都进行了调解，最后呢签了调解协议，每一个业主呢拿了1万5的赔偿金，双方都挺满意的。签了调解协议，每户拿了1万5。对。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呀？开发商找到了高院。这么小的案子，怎么会找到高院啊？我跟你说，现在的情况是，盛年的业主几乎都知道这个事情了，他们现在就打算有样学样，全部合在一起起诉公司拿赔偿金。盛年那边怎么说呢？如果所有的业主按照这个协议加一起，起码赔偿2000万以上，公司资金链不仅仅要断，甚至要倒闭，所以他们才找到了高院说明情况。所以我就想问问你，你这个问题遇到麻烦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沟通呢？难道你没想过，原告有律师，他们为什么还要接受庭前调解呢？您的意思是，那个律师的目的是拿到调解协议后，发起集体性诉讼，逼迫法院按照之前的协议标准进行判决。方警长，我真的没这方面的经验，我也没想到这会变成这样。那现在怎么办呀？高院的意见，业主的合法权益要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也要保护，咱们必须找到一个有利于双方的解决方案，不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啊，不会
会吧？哎，今天王姐那儿突然涌进了1000多个案子，是不是和集体性诉讼有关？1000多个案子，集体性诉讼。看来接下来的1个月，我们周末都不能休息了。啊。在忙吗？有空的时候到我办公室来坐坐。唐法官，哎，叶欣，进来。你找我？你坐，坐吧。谢谢。你的事情我听说了。您不用劝我，是我做的不够好，我没有经验。我是想趁火打劫。来这产庭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魏姐，我不能在这个时候丢盔弃甲。毕竟这个事情是我捅的娄子，我必须负责到底啊。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他最终没有拿到冠军，你让他此生不再上赛场，而让他去搞科研，他会更痛苦。虽然这2种选择都很痛苦，但是前一种痛苦是有价值的，后一种痛苦是没有价值的，因为运动才是他血液里与生俱来的东西，才是他的激情所在。我这样说，你明白吗？看这个。国内数1数2的2家科技公司。对，这个热门网络游戏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是涉及到了著作权法的前沿问题，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我原本打算呢，你那边事情解决完了再找你谈，但是机会稍纵即逝。叶欣，好好想一想，这才是你的赛道。行了，别打了，喝口水。好，好。妈妈，最近怎么样？颈椎？谢谢菲姐。还疼吗？哟，你很关注我颈椎啊？那当然了，我是你徒弟嘛。哎，谢谢菲姐啊。小叶啊，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确实是有一件事儿，想跟你们分享分享，尤其是师傅，我想听听您的想法。什么事儿？你说。我们院的唐薇唐法官想邀请我去知产庭。啊？这薇姐她怎么能这样呢？挖墙脚也太不讲武德了。这立案庭本来就缺人，不是我说你小叶同学，你这么一走不是雪上加霜吗？再说了，这师傅临时能调得到人吗？太不懂事儿。你现在这样说，当初陈庭长挖你去民庭的时候，你答应可是挺痛快啊，也没见你为你师傅考虑啊。菲姐，我那情况能一样吗？我知道这个唐法官，整个西南省他在资产审判领域数1数2。我觉得你挺有资产范儿的呀，确实你在立案庭不是。菲姐，那你是支持我去了？你是最高法来的嘛，立案庭发挥不出你的优势。怎么说话呢？立案庭怎么了？立案庭不光是法庭的前沿，而且是中轴。你只有在这儿才能锻炼，才能显示你的能力嘛。是，方大姐说什么都对。知道我为什么叫她方大姐吗？你在立案庭不就是当个知心大姐的角色吗？是吧？师傅，那您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挺好。你要是不乐意，我就去把唐法官回了。我没不乐意啊，我的意思是说呀，这个事儿呢，对你来说也可能真是个好事儿，但前提是，第一，
你得先问清楚唐法官是不是真的邀请你。再一个关键，你自己得把这事儿想清楚了，是吧？这样是这样的话，我们立案庭也不是不能放人，是吧？嗯，是的呀。其实我也没想清楚。哎呀，没想清楚，那就再想想啊！来教你一招，很多事儿做不了决定，就往后再放2天。嗯，总之我表个态，你的决定我们都支持。啊，来，打球，走。好，师傅。师傅说的没错，好好想想，静一下，做事别冲动。来，师傅，再来几局啊！3下啊！我支持。来，小叶，来，飞姐，给个球啊！来，先打球。来，小叶，过来，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了啊！喂。师傅，那个，你真的同意让叶欣走了？哎呀，他最近呢不太顺，本来一个很小的案子处理不当，结果导致了1000多户的居民集体性诉讼。哎呀，这个档口啊，不能再给他压力了。这不顺啊，就更不应该让他走呀。这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这不也是你说的吗？年轻人遇到坎儿想躲可以理解。你以前我不是也经常帮你收拾那些烂摊子吗？师傅，您现在倒是挺护着他的，那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呢？人家跟你能一样吗？啊，你小子就是小聪明太多。我要不对你严加管教、严加要求，你能这么快就入额不？人小叶是个女孩子，就一个人在外地，在我们这个地方，我怎么忍心跟人说重话嘛？不，我反正吃醋。吃醋？你觉得我应该把他留下来？哎，师傅，我是这么觉得啊，这遇到困难呢，是肯定是要解决的。这叶欣呢，就这么跑了，对他未来发展很不利的。再说了，他去了资产庭，你也知道，以他的性格，这万一他觉得又不舒服了，难道又走啊？继续换啊？你这不是害了他吗？哎，你怎么这么关心他呢？没有，我们这都是在聊工作呀。不会是天天这么一起上下班，门对门，对出感情来了吧？师傅，您太逗了，你说什么？这没有的事儿啊！这是没有的事儿吗？没有的事，你怎么跟我妈一样瞎起哄？你看，你妈都看出来了不？哎呦，师傅，这没有的事，你别胡说八道了啊！哎，真有这想法，师傅给你做了没？师傅，你再说我就给你搁路边了啊！你敢啊你？敢搁路边上？我上次来你说我不合规，这次我带着我的委托代理人一起来了，你还不给我立案，你什么意思呢？这些案子我们得核实，核实之后才能立案。你想怎么核实啊？小姑娘，你有什么要求？能不能一次性说清楚啊？我本身腿脚就不利索，你让我一遍一遍的往这儿跑，你这不成故意刁难人了吗？我跟你说，你要是不给我立案，今天我还真就不走了。对，说了家里就是不走，我们人都来了，你还要核实什么呀？你这是？对呀，核实之后才知道真假呀。你怎么核实啊？这个签名上都按了手印了，你还想怎么个核实法？你去验指纹吗？对呀，人都在这里，还什么真假不真假的？你核实多长时间呀？1000多份，你挨个核实，那今天一天就报销了呀。你想等到什么时候？办了吧，我们还这么多人在等着呢。是啊，你就给他立了不就完了吗？他缺什么资料，一会儿他补上不就行了吗？就是这里几十号人在等着，大家都很忙的。你要是实在解决不了，你就叫你领导出来嘛，大家说对不对？这是早晚你立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拖着呢？不要吵了，安静一下。这位先生，请你先在旁边等一下。你看后面这么多人排队，你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处理好的。不是为什么呢？我这事儿还没办完呢，我为什么要到边上去让一下啊？啊？就是呀，为什么我不让啊？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呀？方店长，一大早就去市里面可能检查，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们不文明了吗？对啊，我们也是正常立案，你凭什么让我这儿？我们正常不能这么做人排队，那你得等我们排完了。事儿啊，莫名其妙。小姑娘，既然怀疑这些签名都是虚假，那我就把所有的业主都叫来，好吧？啊，喂，老李啊，你还在小区呢吗？你现在马上把所有还在家的业主都叫到法院来，咱们过来跟他们讲理啊！好了，这样满意了吧？李律师，您这样真的很过分。我怎么过分了？我于情为广大业主谋福利，于理他们违规在先，我哪点过分了？本来我们都是可以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的，您这样只是在激化矛盾。谁也不想激化矛盾，谁都想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但是我们心平气和了，他们能给我们赔偿吗？您这样到底对你……哎，不要围在这儿，不要围在这儿。哟，大家不要管事的来了，找地方坐下。方厅长你好，是这么回事，我是来立案的。最高法都让你们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可我人都来了，这小姑娘还是不给我立案，这不是跟中央精神对着干的吗？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们什么时候说不给你们立案了？我们是有案必立，但是你们弄这么多人围在我们这个工作大厅，这会影响我们办公的。上次这个小姑娘说我不合规，所以说这次我带着人过来的。你们这个诉讼代表人都到了啊？我们就是。那接受并案吗？并案？并案什么意思啊？是这样，李律师，这次呢，我们都听您的。哎，接受。好，那就给他们并案处理。我看我要再晚来一步啊，你非得跟那个律师打起来不可。那我就是没有办法看着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诋毁法院。你越跟他吵，才越中了他的圈套呢。行了，反正你也要走了，以后这事儿就不要管了。师傅，我想明白了，我不走了。不走了？嗯。唐薇不要你吧？当然不是了。是吗？真的不是，我是想清楚了，这个事情是我弄出来的，我必须留在这里承担责任。行吧，想留下我也勉强能同意。但我认真跟你说，小叶，很多事情不能想一出是一出，也不是说打打鸡血就能解决问题的。啊，你既然留下来，就要想好，这件事情后面可能还会有很多麻烦，你要做好这个打硬仗的准备啊。我准备好了。这可是你说的。走。青青，哎，司机车照片有吗？有。这儿呢。后座都被拆了，可能是用来装货。菲姐，我要是谢林的话，这么深更半夜的上这么一辆封闭的车，司机又偏航，我肯定害怕。但是司机现在口供就是不认罪啊。偏航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公安那边什么都没查出来。没有，公安说这条路上压根儿就没有监控，而且货运公司又没有给傅大龙的车内装监控设备，当晚还没有目击证人，所以他们是根据车辆偏航、车内结构，还有傅大龙的手机搜索记录来判断这个傅大龙在主观上有实施犯罪的企图。我现在也很好奇，辩护律师为什么替司机做无罪辩护？这看起来胜算很小。是呗，我也想不通。喂，为什么？好吧，我跟菲姐说。菲姐，陆婷让我跟你说一声，傅大龙的律师申请让你回避这个案子。回避？为什么？律师说网上舆论特别大，都偏向女性受害者，说你有是女法官，担心你无法公平公正。宋法官，你是请我回避？这是当事人要求的，也符合法律程序。
喂，你们俩什么情况了？一个猛吃，一个不吃。哎呀，这一天到晚这么多工作，哪儿完得成啊？啊，你们还非约着出来吃饭？不是宇飞，你什么情况？跟小龙虾有仇啊？帮你拉的案子，被告人律师申请我回避，理由是，因为我是女法官，所以领导的意思让我别管这案子了。就因为你是女法官，就让你回避啊？那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换一个男法官，那男法官不是也会偏向男性被害人吗？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啊！刑事诉讼法对于法官的性别没有要求，菲姐，没有理由回避。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刑事诉讼法里面有一条，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的，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其他关系这4个字，解读的可能性就多了。律师的目的是什么？刚才菲姐不是说了吗？律师的目的是，因为菲姐是女性，在审判过程中会偏袒女性。那就是一个幌子。那个律师啊，应该是想给接替宇飞的法官一个下马威，向法官喊话：我是一个会利用程序打击法官的资深律师。当然，也可能就是想向当事人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其实我也能够理解，被告人律师压力大，检方提出来的罪名是故意伤害罪，他要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口气这么大，这律师是谁啊？看着像新人，挺年轻的。如果这个律师申请回避只是为了震慑法官，你应该向院长提出申请，说明情况。菲姐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很多事情你也别往心里去。这个律师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我怕后面会找你麻烦。我个人觉得你也别浪费时间了，赶紧进下一个案子。我不同意，那这不是正中人家下怀了？这会给别人增加麻烦呀。远哥，你怎么认为呢？这最终还是要看你自己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案子跟了好长时间，自己内心又想审理这个案子，而且一切都符合规定，你可以申请过。来，吃饭。是的，师傅，你再不吃我就把你手机没收了。这5块肉可好吃了，来吃不来。菲姐，一只小龙虾都不给我们留啊！好啦，No， 吃饱了啊，不吃了。喂，陆婷，是我，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宇飞啊，什么事？刚才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非要审这个案子，我想通了。正义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庭里呈报院长决定，也是为了保护你啊。这件事我会跟院长专题汇报的，你就早点休息吧。谢谢。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他们法院立案庭的庭长今天要来。狄律师，这算什么好消息？领导坐镇，咱们斗得过他们吗？这个领导出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没招了。狄律师，这怎么讲？这个法院之前呢，已经出过这个调解协议了，就等于是已经有了赔偿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那么企业就得赔一大笔钱。如果不按照这个标准来赔，那么法院没法向老百姓交代，对吧？这就等于区别对待了吗？所以说他们急了，让领导出来喊话。喊什么话？让我们都撤诉啊！肯定是让你们调解解决啊。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企业背地里肯定是给法院好处了。所以说这个让领导出来维稳，坚决不调解。咱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对不对？太黑了。
坐坐坐。来，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们准备开始了，安静。咱们所有业主都到齐了，我们也在这儿说一下，今天把咱们大家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啊，就是为了想解决咱们业主和开发商之间的这个纠纷。今天我先定个调啊，不管他们这个盛年公司到底存在什么样客观的因素和原因，按照合同规定，他们没能如期交房，这都绝对是存在瑕疵的。怎么没有瑕疵呀？瑕疵多了。但同时呢，因为咱们这个社区啊，1000多户业主啊，这全都要起诉开发商，赔偿金额加在一起要2000多万，这个数字啊，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讲，都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如果他们这个企业垮了呢，往小里说，这也影响我们业主和居民的这个权益；往大里说呢，这对咱们整个荣州市的营商环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来啊，组织大家搞这一次调解活动，就是希望咱们业主每一位都能拿到这个赔偿，同时呢，也给他们开发商盛年有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总之呢，咱们一起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好不好？这一句漫长的承诺，一天一天平凡的奔波，从不去问路还有多远，只是这样安心的走着。这一盏跳动的灯火，守在黑白岔路的道口，碰触心头赤子的温热，洒在人间微凉的角落。